在我们有生之年，可能会见证一大批中国小县城彻底消失。一个明显的信号是，不少省份正加速砸掉小县城的铁饭碗。比如山西省已经率先对人口小县出手，楼烦县事业编制数量从原先的3000多个砍到仅剩341个，缩减率 88.6%。河曲县事业编制从原先的1964个砍到仅剩659个，缩减率 66.4%。福山县事业编制从原先的1944个砍到仅剩970个，缩减率 50.1%。为何小县城要如此大规模缩编？其实他们已经供养不起那么多公职人员了。近10年来，中国70%以上的县城人口在流失，其中绝大多数是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。人口流失，财政崩盘，房价暴跌，公共服务停摆，小县城关起门来过小日子的安逸生活已经无法再维持下去了。泽平宏观比对了中国3000个县城在2010至2020年间的人口流动数据，结果令人吃惊。扣除数据缺失难以识别的10个地区后，人口流出的县有1676个，占比高达 77.9%， 比上一个10年足足提高了 14%。尽管这2年有很多人鼓吹县城消费的火热，各种餐饮零售都在扎进下沉市场，连星巴克都开到了县城。然而不少县城经济只是表面繁荣，实际上曾经一铺传3代的县城店铺如今已经租不动了。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，2024年开年，全国100座县城的租售市场十分不乐观，其中安徽宣城、湖南邵阳、甘肃天水等近20座城市，商铺空置率超过 50%。而且就连县城的公务员们也开始发不出工资了，越来越多公务员抱怨起降薪，年终奖没了，补贴没了，月薪只有3000元。除了刚刚提到的山西省，还有青海省、甘肃省、江西省、湖南省等也都陆续开始砸掉小县城的铁饭碗。小县城的安逸梦怎么一夜之间就天塌了？直接原因是很多县城的财政已经入不敷出。以贵州省为例，2022年全省88个区县中，没有一个区县的财政自给率超过100%，就连坐拥茅台镇的仁怀市自给率也仅有 87.65%。而最低的榕江县更是低到令人发指的 4.71%， 这意味着贵州省所有的区县都要靠国家财政的不断输血。还有一个十分有代表性的案例是陕西汉中市的佛坪县，这个人口仅有 2.6万的小县城，却拥有公务员接近3000人，换算下来，平均8个老百姓就要供养1名编制人员。要知道，2022年佛坪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为2482万元，而支出却高达10.55亿元，其中仅工资一项支出就达2.72亿元，整个县一年的财政收入都不够给公务员发工资的。然而今年以来，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财政都不好过，各级政府文件中过紧日子和砸锅卖铁成了常态，这种经济压力必然会传导到小县城。可尽管如此，很多财政入不敷出的县城依然存在着庞大规模的财政供养人口。最近，山东省成武县的一份养老金结构统计让无数网友震惊。这个县城2023年退休干部8778人，发放养老金7.85亿元；企业工人13220人，发放养老金3.69亿元；普通居民11.94万人，发放养老金2.51亿元。整个成武县体制内外退休金的巨大鸿沟，不仅仅是社会问题，更折射其背后的财政压力巨大。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在一篇文章中呼吁，要警惕县城经济萎缩到只剩公仆经济的地步。他在跑遍了全国各地的县城后发现，工业园区冷冷清清，房地产半死不活，只有吃吃喝喝还在热闹，因为还有大量公务员群体作为支撑。光靠吃吃喝喝，一个县城就能长久地躺平下去吗？显然是不可能的。黑龙江鹤岗市便是一个典型样本。作为曾经的全国4大煤矿之一，随着资源的枯竭，支柱性产业也空了，根本不能为当地人口提供足够的就业支撑。没有工作，人就跑了；没有人口，县城财政收入从何而来？中国还有一大批的中小城市正面临着与鹤岗相似的命运，辽宁的阜新、黑龙江的双鸭山、甘肃的玉门等等。而随着县城财政进一步崩塌，仍旧生活在县城的居民可能会迎来公共服务水平的下降，甚至停摆，因为没有补贴。去年以来，已经陆续有很多县城的公交宣布停运。如今在县城，如果没有私家车，那么出远门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。
随着中国整体从大基建走向大维护时代，缺少财政造血的小县城将会受到更大冲击。我们的邻国日本已经提供了先例，北海道的西章市是日本第一个宣布破产的城市。由于无力承担泡沫经济时代留下的高额债务，市政府关停了大部分公共设施，学校、医院，甚至连公共厕所都要关停了。居民的收入骤降，而电费、水费等各种生活成本却比东京还高。西章市巅峰时期人口有11.6万。如今却只剩下不足7000人，到处都是破败不堪的建筑。从全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的案例来看，越来越多的小城市衰落乃大势所趋。在日本，东京以0.6%的土地承载了日本10%的人口以及19.5%的 GDP， 而整个东京都市圈有3728万人口，占全国35.11%。在美国，洛杉矶、纽约、五大湖3个都市圈同样也创造了全国60%以上的 GDP。中国的城镇化也已经进入新阶段，城市之间的洗牌也将加速。在2022年印发的城镇化建设意见中明确提到，有序引导人口向邻近的经济发展优势区域转移。这意味着，如果你的家乡没有被纳入某个都市圈，未来大概率会逐渐收缩，甚至消失。当然，中国目前还有6亿的农村人口，县城暂时还会继续承载着向周边农村提供公共服务的辐射功能。不过目前在振兴县域经济的积极性上，大多数是2种截然相反的倾向，一种就是无所作为，彻底躺平，而另一种则是无视当地的实际情况，疯狂借债，蛮干硬上，留下了一批烂尾项目和面子工程，造了一堆奇观，欠下400亿债务的贵州独山县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。如今就算县城不继续借债了，他们的营商环境也很堪忧。2024年了，不少县城还在靠企业罚款来给公务员发工资。有些地方都快把罚款创收写在脸上了。前面提到给体制内发了8亿养老金的成武县，最近就有一条新闻火上热搜。当地市监局的一名执法人员曾公开说，想干垮一个企业实在太简单了。你这话一说，哪家企业还敢去成武县投资？所以如果县城想要自救，仍需要很多强有力的企业保护措施，不断地提升营商环境。过去的30年，中国发展太快了。今天的很多新上海人、新北京人都来自小县城，县城是很多人记忆的起点，也是他们精神的归宿。人口的高速迁徙造就了一代人的精神困境，回不去的小县城引起了很多离乡者的共鸣，也还有不少打工人把小县城当成人生的退路。保护亿万中国人的根，乡愁才不至于无处安放。也许无数小县城的崩溃消失是不可避免的趋势，但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来说，守护和发展家乡也是人生价值所系。中国小县城的命运到底会随着时代的车轮走向何方？我们拭目以待。